近日，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奔赴澎湖地区慰访了海陆空三军部队。那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台湾规划在雄风3增程型交付和天宫4飞弹交付之后，都部署到澎湖地区。那目前台湾国产的防空主力是天宫3型，不过该型飞弹的量产任务预计在今年年底进入尾声，基本已经交付完成。那未来为了增加飞弹产量，有可能会规划特别预算案。那台湾现在生产的重点在于量产全新的天宫4型，也就是所谓的强攻飞弹。强攻飞弹一个发射单元可以携带4枚导弹，采用2级固体火箭发动机，大量采用复合结构材料，并具备推力矢量控制能力。每一个发射单元除了多辆导弹发射车之外还配有1辆指挥车和1辆雷达车。那雷达车采用的是国产的主动相控阵雷达。在2014年底，台湾中科院编列预算开发代号为强攻专案的研发计划，在2022年进行了初期作战评测，次年宣布强攻1型测试完成，拦截高度高达70公里，而拦截高度高达100公里的强攻2型仍然在开发测试之中。可以看到台湾的天宫3型飞弹射高大概是45至50公里，而天宫4也就是强攻飞弹最高拦截高度可以达到70公里，甚至是100公里，这已经算是大气层外拦截。我们知道，通常所说的大气层一般是指对流层和平流层。对流层平均高度大概是8至17公里，像下雨、下雪、云卷、云舒这一类现象都是在对流层。那对流层之上正是平流层，差不多一直延伸至50公里的高度。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台湾的天宫2、天宫3，包括天剑飞弹，其最高射高都在50公里以内基本都是对流层和平流层对中低空的导弹进行拦截。从航天领域来说，一般以卡门线作为大气层和外太空的分界线。那卡门线的高度是海拔100公里。这次推出了天宫4型飞弹，拦截高度在70公里至100公里之间，拦截范围仍然属于卡门线之下、平流层之上。其拦截作用与以色列的剑式防空飞弹类似，但略微低于美国的萨德防空系统。那可能有很多朋友看到新闻会想了台湾这次为什么要把强攻飞弹部署到澎湖地区呢？主要有2大作用。第一就是增大拦截范围。在台湾陆军的概念中强攻飞弹它属于中段拦截或者是大气层外拦截。虽然强攻飞弹的性能和射高没有办法和美国更先进的萨德或者是标准3相比，但是为了构建多层次的防御体系，一定要尽可能的将天宫向前线部署。像美国的中段防御系统无论是标准3还是陆基中段防御系统，也都是尽可能的前置部署，放在中美之间的中间点。比如说海基部署的标准3，它是部署在太平洋舰队的军舰之上，而陆基的中段拦截系统则是部署在阿拉斯加，那也是美国本土到中国之间的中间点。那这样做有2大好处第一就是拦截范围比较大。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从中国或者俄罗斯本土打到美国，无论是你打到纽约、华盛顿或者是费城也好，在飞行的中段其实位置差异不大，都要经过阿拉斯加。可是如果你要在末端进行拦截，那么你在纽约、华盛顿和费城每个地区都要部署一套爱国者。所以现在在阿拉斯加部署一套中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就可以覆盖更大的区域，就相当于你在末端部署了3套防御系统了。台湾面对的也是类似情况台湾面对的主要威胁是中共的短程弹道导弹，比如说东风11、东风15之类的。如果这些飞弹是从福建方向飞过来的，台湾在澎湖部署天宫4型理论上就可以防守更大的区域。这个区域可能北至台中、彰化，南至高雄、台南。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强攻优先部署在澎湖的原因如果你的导弹射程足够远，射高足够高，就要尽可能的向前部署。可是台湾本身纵深有限台湾岛前面就是澎湖，澎湖再前面那就是金门和马祖了。但是金门、马祖因为太靠近于大陆，本身并不安全，所以放置在澎湖是目前的最佳选择。在澎湖地区部署强攻飞弹，第2个原因就是尽可能的扩大防空的面积，威胁福建乃至广东上空的敌方战斗机。台湾目前国产的天宫3型射程已经达到200公里，天宫4型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强攻，它的具体射程并没有透露，但是它的射高几乎翻了1倍从之前的40-50公里翻到了70乃至1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的动力增加了很多，射程提升至300公里以上，我认为都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估计。
那么在澎湖部署天宫4型飞弹之后啊，其覆盖面积基本上从广东的潮州到福建的漳州、厦门乃至北面的福州，都在它的防空射程范围之内。中共目前在福建沿海建有多个重要军事基地啊，并在最近几年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其中包括福州、福清地区的龙田空军基地，它正在建设飞机掩体并加长跑道；还有位于泉州基地的惠安空军基地，也在修建新的工事和跑道。惠安机场和龙田机场一样，它属于前线的转场机场，平时并没有驻扎大规模的空军，主要是在发生战争时，轰炸机、直升机、战斗机前置机动部署到这里。除此之外，在厦门西部还有一个漳州空军基地。那这些空军基地一旦有飞机调动或者是飞机升空，就立刻会被雷达侦测到，并进入天宫4型的射程范围之内。所以，台湾军方在澎湖部署天宫4型飞弹也就不奇怪了。目前的澎湖地区已经部署有雄风飞弹和天宫3型飞弹，部署天宫4型之后，这里将成为台湾海峡的关键要塞。那根据这次的新闻啊，除了部署强攻飞弹之外，新生产的增程型雄3飞弹也将部署在澎湖。根据台湾国防部的预算，在今年度合计有160亿新台币的预算案用于执行雄风飞弹的采购。雄风飞弹是台湾中科院自主研发的反舰飞弹，雄风2采用的是涡扇发动机，主要以亚音速巡航为主，射程超过200公里。台湾早期的反舰导弹技术其实来自于以色列。其中，雄风1的研发是完全仿制以色列的加百列2型飞弹，而在80年代，中华民国曾经购入以色列的贝特谢梅什公司研发的梭列4涡轮喷气发动机啊，并于受戒2厂组装了200台，中科院称之为 S 引擎。这个 S 引擎后来就成为雄风2的动力装置。那雄风3则完全不同啊，它是超音速飞行，为此呢，整个动力系统要重新设计。在导弹两侧安装有固体火箭发动机，主要是将导弹推升至设定的速度超音速之后呢，固体发动机可以脱落，依靠冲压发动机飞行。可以看到啊，雄风3导弹有4个进气口，这些进气口专门用于冲压发动机的进气，在超音速状态下启动，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5马赫。雄风3的标准射程为150公里，而增程型的雄风射程可以达到惊人的400公里。而在澎湖部署雄风3增程型之后，其400公里的射程可以覆盖广东潮汕地区，向北可以覆盖到福建的宁德、福州市。那整个台湾海峡都在雄风增程型的覆盖范围之内。这就意味着在战时啊，中共很难再通过台湾海峡进行军事调动了。所有的调动必须在战前完成，一旦开战，台湾海峡进出的任何军用船只都会成为雄风飞弹的靶子。如果您看很多大陆的军事自媒体啊，他们会说中共对台湾发起进攻时啊，会从福建沿海集结海陆空3军。但其实，因为台湾海峡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共海军和陆军的登陆部队不会把进攻起点放在福建，因为这里距离台湾太近了。雄风导弹部署在澎湖之后，南北可以覆盖约800公里的距离，更何况在台湾岛的南北两端还可以部署相关武器。在南的菲律宾，在北的日本列岛也有盟军支援，所以中共海军的集结地点一定会被台湾海峡所分割。南海舰队可能在广东海南集结，东海舰队一定是在浙江舟山集结。南海舰队主攻台湾南部，而东海舰队主攻台湾北部啊，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方案。我们今天简单和大家介绍了一下台湾新开发的台湾3增程型飞弹以及天宫4型飞弹即将部署澎湖的消息。那可以看到，在台湾海峡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澎湖是一个非常特别以及重要的支点。那这里将是台湾战略纵深的最前哨。我是子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